别动！怎么回事？到底怎么回事？当时的情况是这样，凶手一共开了2枪，竹内队长就倒在这里。竹内队长每次行动都亲临现场，没想到这给杀手提供了刺杀的机会。这是7.62凸底圆锥形弹壳，凶手用的是莫辛纳干步枪，苏联枪。朱克的身份查到没有？已经查过，朱克用的是假身份。把军统记录和警察局过去几年的刑事案件仔细过一遍，把所有的使用这种武器和刺杀手段的案子都给我调出来。就在织田把目光锁定在竹内遇刺案的同时，陈春雪已经开始执行下一个暗杀任务。白信文，男，40岁，汉奸，商人，持德国护照。已经准备好了，枪已经放在2楼女厕所进去以后第2个水墙后面。还有，别忘了14号包房，人已经到了。4号包房。对。准备好了。好了。对不起。
出现的面孔，此刻居然就在他的面前。对，就是这个人。10年前父母被杀的那一刻，他见过这张脸。任务有变，为什么？我看到了杀害我父母的凶手了。你说什么？我看到了杀害我父母的凶手。你能确定？这张脸我记得，我永远不放弃。你就知道惯我，我要是喝醉了呀，就不好玩了。这话说的啊！别动！什么人？你要干什么？钱都在这里，你都拿去。田佩然，你们胆子也太大了，这里到处都是警卫。你们不就是想要钱吗？这些钱都拿去。哎，算了算了，我保证不会报警。这张脸你应该很熟悉吧？10年前，徐汇路15号，陈教授一家被害。你是那个人的女儿？你想起来了？我没有，我只是个带路的。小声点！不要杀我，我只是个带路的，我没有杀人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父亲他就是一个医生，你为什么要害他？我不知道，我只是奉命行事，我没有杀人。闭嘴！别杀我，我都告诉你，我全告诉你。我听着呢。是梁介找的我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。梁介，他是什么人？他是给日本人做事的。当时他给我你父亲的名字，让我找到你们的住处。这2个人是他带来的，我不认识，从来就没见过。你在哪能找到他们？梁介是东亚书店的经理，或许他应该知道那2个人的身份。那2个人，应该比他更有来头。梁介的住址呢？虹口路日本海军公寓6号。先生，我进来了。小雪，他怎么办？
走。等一下，还有那个姓白的。人走了。去海军公寓。什么？去海军公寓。小雪，咱们是不是回去跟老爷商量一下？现在都几点了？里面躺着个死人呢，警察马上就要到了。你现在让我去跟我爸商量，我有那个时间吗？不是，小雪，你听我说，我的意思是……小黑，我不想跟你解释这么多。你要么开车，要么下车。告诉你，就算我爸不同意，我也要去。我要找到梁介，挖出真凶。如果他们发现田佩然已经死了，我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。开车！不就这么冲进去吧？再仔细看看。我们现在掌握了什么情况？死者叫田佩然，是上海卫生署的专员。另外一个死者是这儿的服务员。2枪击中心脏，很职业，干得很漂亮。这儿还有一枪。看来死者生前被人逼问过什么。为什么？这样高水平的杀手是不会乱开枪的。这一枪肯定是威胁恐吓，是想从死者口中得到什么。死者生前肯定和凶手进行过激烈的搏斗。死者头部有伤，但致死的原因是被锐器刺死的，刺得很深。服务员进门送酒，惊动了凶手。
杀人灭口。可是他为什么没有用枪呢？田佩然今晚约见的是一个女人。立刻查找这个女人！换岗了。前面肯定不好进，你怎么想？从后面翻墙进去。小雪，上车！走。织田队长，刚刚接到消息，海军公寓遭到袭击。什么？上车！这是案发现场的照片。虹口俱乐部案，我们是9点17分接到报警，经法医鉴定，案发时间是9点左右，是胸部连中2枪致命。海军公寓案，死者一共14个，其中6号房间的死者也是心脏连中2枪致命而死。这2起案子间隔时间不到1个小时，而更重要的是，根据弹壳分析，这2起案子使用的竟然是同一把手枪，所以我有理由怀疑
同一个杀手参与了这2起案子。我建议，把虹口俱乐部案和海军公寓案并案处理。我认为竹内君遇刺案也可以同这2个案子并案办理，因为竹内君也是被2枪击中心脏殉职的。虽然凶手使用的武器不同，但手法很相似。虹口俱乐部的那个女人查得怎么样了？有服务员见过，据说是个颇有姿色的女人，可是没有人认识她。可以从田培然的社会关系方面入手，要尽快查清楚。是。老爷，有麻烦了。怎么了？虹口俱乐部那边传出来的消息说，日本人他们发现，在小雪的刺杀现场曾经有一个女人出现过，后来这个女人就不见了。日本人怀疑她是刺客，现在正在全力追捕。对了，听说那里的服务员已经被日本人带去给那个女人画像了。你说他会不会看到过小雪呢？小雪怎么就没跟我提起过这个女人呢？他们怎么这么不小心，还留下了活口？哎呀，可不能让日本人找到那个女人。这个报上有什么消息没有？啊，我还没来得及看，全都在这儿。海军公寓恐怖袭击，武官秘书遇难。怎么了？小雪杀错人了。啊，对了，海军公寓房间里的那个死者身份，你查到没有？他叫坂本信，海军上士，是上海领事馆武官的秘书。这是他的照片。据海军提供的情况，他是13天前到达上海的。这个人的背景很简单，跟中国人没有任何接触。我看未必。您的意思是，同一个杀手在一个晚上，先后杀死了田佩然和坂本信，为什么？如果这2者之间没有关联，我很难信服。这2件案子不可能是孤立的，刺杀的背后都有利益。而田佩然和坂本信之间也存在着相关的利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死者的周边和背景，才能帮助我们找到共同的利益。虹口俱乐部的那个女人是我们最大隐患，你们不应该留着她。我当时打昏了她。他应该没有看到我们。问题是，他没被打昏。在你离开后的第一时间，这个女人也消失了。这足可以证明她是在装昏。还有，你再想想，那个服务员是怎么死的？当时，那个服务员是小黑打昏的，还不至于死啊。我们走的时候，应该是那个女的和服务员是活着的，不会是那个女的杀了服务员吧？也就是说，他看到了你们。现在日本人到处在找他，而且找人画像。我们一定要抢在日本人之前找到这个女人，除掉这条线索。你再给我好好想想，还有什么其他方法能找到这个女人？你记不记得，我当时是用一块手帕包住了手上的伤口？这块手帕有可能就是那个女人的东西。手帕上面有一个商标，那是一个很特殊的商标。开车。对。我当时把那块手帕扔在哪儿了？我们回来的时候走的是哪条路？我们走的是苏州河边。走，
在这呢。美丽服装店。海军公寓我已经调查过了，6号房间是派遣军司令部事务科定的一个长期包房。案发至今，这个房间一直是空着的。但是，管理人员说，案发当日确实有人住在那儿。这个人的名字叫梁介。中国人？这事儿我不知道，他很可能用的是个假名。据管理人员交代，这个叫梁介的人已经在那儿住了1年多了。但是奇怪的是，案发的第2天他就离开了这间公寓，而且至今下落不明。这个细节佐证了织田的猜想，看来6号房间的住客的确有问题。根据凶手的行动来看，凶手的目标非常明确，就是6号房间的住客。但是案发当晚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意外，9号房间，也就是死者的房间，钉门牌号的钉子松动了，所以9号房间就变成了6号。所以我们可以断定，坂本信之死纯属意外，凶手的目标就是6号房间的梁介。马上查清楚这个梁介。我已经跟派遣军司令部联系过了，他们马上就会给我们答复。报告，进来。虹口俱乐部现场证人的画像已经完成。见过这个女人吗？好像见过。知道她是什么人吗？这个，我只能说她有点像，但是我不敢肯定。你在哪儿见过她？她好像是一个服装店的老板，好像是姓夏。田先生经常上他的服装店定做西装。服装店？美丽服装店，对。他的店名好像就叫美丽服装店，在英租界。现在几点了？差10分钟5点。老板，没有什么事的话，我先走了。嗯，你先回去吧。嗯。我去了，小心点儿。又有什么事儿啊？啊，你好。你好。我们还是里面说话吧。你认出我来了？你说什么？不要再演戏了，我们还是开门见山的好。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要不然，你刚才干嘛不阻止我锁门呢？伤好的挺快的。
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我在包厢里捡了块手绢，上面有你服装店的名字。我不会把你说出去的，我会替你保守秘密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那你要我怎么做，才能相信我呢？枪可比刀子快，我劝你还是把刀放下吧。真是把不错的刀子，重心在中间，普通人完全用不着。看来你不是一般人。你不想听听我的故事吗？我不想。跟我有关系的，只有你的生命。接着敲。里面有人吗？开门！我来对付他。里面有人吗？现在就算你杀了我，你也逃不掉。开门！快开门！来啦！来啦！你们是？哎，哎！这是我的客人，我们正在商量做衣服的事情。你是夏宝珠小姐？我是。我是宪兵队的藤野，有些事情希望你们能配合一下。可以啊，但是这里太小了，我们外面谈吧。夏小姐，你认识一个叫田佩然的人吗？卫生署的田佩然。可恶，怎么追到我这儿来了？认识啊，怎么了？他死了。什么？他被人谋杀了。不可能！怎么会这样？我们大前天晚上才见过面的。这个我们知道。他就是那天晚上被人谋杀的。怎么会这样？这太可怕了。夏小姐，我们在报纸上发表了悬赏启事，寻找证人。你为什么不配合我们工作？报纸？我从来都不看报纸的，平常就是看看良友什么的。你看，所以这些事情我完全不知道。那就麻烦夏小姐跟我们到宪兵队配合一下调查吧。啊，可是这里是英租界呀，再说我还有客人在这儿呢，要不然，那这样吧，我去跟客人说一下，你们等一下啊。他们要把我带走，你先走，我们的事情改天说。真不好意思啊，让您等了这么久。要不这样，布料我先帮您选着。真是不巧，我今天有点急事，咱们改天好吗？没关系，改天来。好，慢走。
等一下。您掉了这个，谢谢。留2个人搜查一下，看看还有没有其他问题。是。陈春雪有些忐忑不安。这个女人虽然充满了敌意，但是却没有向日本人告发她。为什么？怎么回事？慢着！夏小姐，没事吧？不好意思，这2天身体不舒服。夏小姐，请。夏小姐，请你跟我们讲一下那天的经过好吗？那天，田先生请我吃饭。是几点钟？8点半。我们聊了一会儿，后来我有事儿就先走了。什么样的事情不能等田先生一起走？是点私事儿。啊。那你走的时候，有没有发现别的人看到你离开？我走的时候挺着急的，走廊上应该是有人，但是人家记不记得我就不知道了。那你有没有发现别的人，也就是可疑的人，进入田先生的房间？别动！什么人？没有。实在太奇怪了，你和田先生8点半共进晚餐，中途夏小姐提前有事退场了，可在9点钟，
田先生被人谋杀了。我觉得这顿饭吃的实在是太快了。怎么了，夏小姐？夏小姐好像是受伤了，这伤口还是新的，不会超过3、4天吧。夏小姐，只要你把那天的经过如实的告诉我，我不会太为难你。这个天杀的田佩然，他说要娶我，原来他一直都在骗我，他骗我的财，骗我的色，我还傻乎乎的给他当枪使。他本来说要给我名分的，可是他现在又反悔，所以我跟他吵，没想到他就动手打我。你看，你们看，这是他打的，这是他打的，你知道吗？他居然动手把我打成这样子，我真是瞎了眼。后来呢？后来？哪还有什么后来？我算是看透了，他耽误了我的青春，败坏了我的名声，我不会在他身上再浪费1分钟时间了，所以我跟他彻底分手了。太可恶了！那后来呢？后来我就头也不回的就走了。没想到这个天杀的真的是个短命鬼，真是老天报应啊！你怎么看？据我了解的情况，田佩然的私生活的确不检点，但不能证明夏宝珠是无辜的。夏宝珠杀了田佩然，然后再到海军公寓杀了梁介。难道他跟这2个人都有染？离开虹口俱乐部后，你去了哪里？我去了医院。干什么？我去处理伤口。这个东西不处理会留疤的。去完医院，你去哪儿了？去了医院之后回家了。几点钟回的家？大概是第2天早上8、9点的样子。也就是说你在医院过的夜。对。
哎，黄包车，去南阳医院，快点儿！没事儿，皮肤并没有破损，明天会自然消退。小陈，带夏小姐去冰敷一下。好，夏小姐，请跟我过来。谢谢。夏小姐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结果我这一觉就睡到第二天早上。但是那个冰袋真的很管用，否则我消肿最起码2、3天呢。你看现在恢复的多好。非常好。南阳医院的医生也证明，夏宝珠到医院之后一直待在急诊室，直到第二天早上才离开。看来当天晚上10点钟，夏宝珠不可能同时出现在海军公寓。我认为夏宝珠没有作案的可能。而且我搜查了夏宝珠的店，也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东西。据了解，夏宝珠平时就住在店里，我们去的比较突然，如果有问题的话，不会找到破绽。看来我们的调查偏离了方向。凶手另有其人。老爷，小雪，那个女人被日本人放出来了。宪兵队是什么地方？他们请去的人都是站着进去，躺着出来，除非在里面把该交代的都交代了。我看那个开裁缝店的女人不可能扛得住。他只有2条路，要么死在日本人手上，要么死在我们手上。这是陈春雪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。如果夏宝珠真的出卖了他，那么他只有一个选择，就是杀掉夏宝珠。行动吗？行动。等一下。他们到底在干什么？别着急，等等看。看，他出来了。
沙狼花。这么说遇到同行了，没想到他们就是沙狼花。道上有各种说法，都说沙狼花是女人，没想到还真给他们说对了，不仅是女人，而且是一群女人。可咱们现在怎么办？回服装店去。啊？有些事情我得弄清楚。自己小心点。嗯，你们走吧。嗯。又是你！哟，都来啦！你究竟是什么人？真倒霉，掉了一个。什么？啊？你觉得呢？我很好奇，我想听你自己说。有什么可说的？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我没有在日本人那里告发你，所以你不用担心。可是我听说，只有2种人能活着从宪兵队里走出来：汉奸、叛徒。是吗？那看来我破了个先例呀。你想干什么？咱们可是一路的。解释。那天在虹口俱乐部，是我帮你们杀了那个服务员。夏小姐，夏小姐，救救我！求求你，救救我！你不应该认输的。为什么？不为什么，因为我也要杀田佩然。既然你们帮我做了，我就替你们做干净。你为什么要杀田佩然？他是汉奸，是日本人的奴才。这个理由够不够？法医，啊，看一下，是不是人工制品？是。这是一块加工过的天然水晶，非常纯净，应该是镶嵌在首饰上的装饰品。这个首饰是梅花形状的，
凶手在行凶的时候抓过这里，应该是手上的戒指一类的东西所留下的痕迹。梅花形状的戒指，镶着水晶。难道你就不害怕？我是死过的人了，连死我都不怕，还怕什么？他的眼睛里是空洞的，像无底的深渊，充满着绝望和仇恨。那一瞬间，我就好像在照镜子，那是另外一个陈春雪。我让你失望了。不是失望，我看到了一种危险。服装店的女人是个危险，而你却视而不见。这不像是一个真正的杀手。你这样做，不但威胁到了自己，也会威胁到我们大家。我不能面对他，我只能去气他。队长，对不起，把您吵醒了。什么事？我找到了戒指的主人。你绝对不会相信我找到了什么人。什么人？夏宝珠。老板说，美丽服装店的夏宝珠在这儿订了一枚梅花水晶戒指。真是奇妙的巧合，我们差点错过了他。陈春雪没有惊动小黑，因为他想悄无声息地干掉那个女人，给父亲一个交代，然后让这件事尽快成为过去。藤野，他在跟踪夏宝珠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陈春雪有些糊涂了。枪手，隐蔽！对。窗户了吗？看见了，上！
这是现场找到的弹壳，弹壳痕迹已经对比过，可以确定跟竹内队长遇刺出自同一支枪。这进一步的确定，美丽服装店的夏宝珠跟近日横行的凶手有关联。可是这次抓捕任务的失败，使我们失去了夏宝珠的线索，也失去了破案的机会。我请求处罚。我们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，我要的是抓住凶手。是。前面路不通了，巡警在办案，咱们绕道走吧。哎，老高，怎么了？那个服装店是不是就在这附近？对呀，前面右转过一个路口，就是那个服装店。不会是小雪他们出事了吧？高博，小黑，小雪呢？高博，张新桥的心落地了，此刻他更明白，什么都比不上女儿的平安更重要。爸，对不起，我还是没能下手。这是你的选择，我尊重你的选择。爸，真的对不起。没关系，我很高兴你能看到自己的坚持，这样很好，真的很好。